好爽啊！我终于理解了徐霞客所说的“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接下来的影片，我试着去回答黄山为什么是人生必爬。要小心。这帽子有点皱巴巴的放在包里面。朋友们早上好啊！现在呢，我要去坐大巴前往黄山的南大门。大家好，我是阿树，欢迎收看阿树的巡山系列影片。巡山是阿树游览中国最值得爬的50座山的专题影片，目前已拍摄的山我列于评论区。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爬的黄山，它位于安徽黄山市，是五岳三山之一。所谓五岳三山，是指中国广袤的山川湖海之间最著名的8座山了吧，可以说是人生必爬的8座山。它们分布在中国不同的省份，五岳指泰山、华山、衡山、嵩山、衡山，三山指黄山、庐山、雁荡山。但是在我看来，这8座山其真正的含金量可谓相差甚远。我连续爬了2天黄山后，有一个极强的感受，那就是如果说人的一生中只有爬3座山的机会，黄山绝对应该是这3分之一。黄山的一个风景区门票是190元啊，这不包括上下索道的。上下索道的话是到了索道那里单独购买啊。然后这190块钱呢是可以2进黄山的，但第2次进的话要来到这个窗口办理再进山的一个手续。这个窗口每天早上6点半营业。卖票的小哥说啊，今年是周日嘛，进山的人特别多，目前早上9点半已经进山1万人了。在国内的名山大川里面，黄山有多独树一帜呢？1990年12月，黄山以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样的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在中国57个联合国世界遗产里面，总共只有4个，但其数量已位列世界首位。另外3者分别是山东泰山、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福建武夷山。大巴呢在盘山公路上走了大概20分钟啊，玉屏索道这个地方，我呢是准备徒步上山的。然后呢，如果你坐索道的话是90块钱上去啊。哇，这个你看黄山的这个石啊，真的是一个水墨丹青画呀。可以看到啊，如果徒步到玉屏索道上站的话要3个小时，而乘坐索道的话10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咱们徒步吧，一路上看看风景。像右边是坐索道上山的，左边呢就是徒步上山的。今天天气很不错，这个车来车往的缆车啊。哦，一直在轰隆作响，好像战斗机，但是我看了好久也没看到。我是从10点45开始徒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全网其他频道的任何影片中，咱们几乎看不到黄山的航拍美景。所以接下来阿树的黄山航拍来之不易，可以说是阿树最好的、最珍藏相抵的作品了。在接下来3到4集的黄山影片中，我会毫不保留的与你分享，且一集会比一集更震撼壮观，愿朋友们且看且珍惜吧。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山脉面积1200平方公里，主体以花岗岩为主。黄山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有77个，其3大主峰都在1800米以上。最高峰莲花峰海拔1864米，平旷高峰光明顶海拔1860米，险峻高峰天都峰海拔1810米。黄山原名依山，因远远望去，山体仿佛青黑色而得名。后因传轩辕皇帝曾在此炼丹成仙，唐玄宗信奉道教，故于天宝6年将其改为黄山。徐霞客2次登临黄山，凭黄山有太带之雄伟，华山之险峻，横岳之烟云，匡庐之飞瀑，雁荡之巧石，峨眉之清秀。登山入口，慈光阁，世界地质公园。有地质资料显示，黄山在4亿年前原古代震旦纪，是古洋之海。2亿年前，中生代三叠纪印支地壳运动变为陆地，此后又经历多次造山运动的磨砺和第4纪冰川的洗礼，才逐渐形成了今天雄奇险幻的景色。上面那个牌子写着徐霞客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这里有一些摩崖石刻，天下第一奇山，黄山是我师。黄山风景好，各种朝代各种名人的一个书记笔记。他们应该是昨晚住在山上的人吧，现在10点多下山了。在慈光阁这里还有一个步行上山的检票口。2块巨石，一左一右。刚爬没多久就流了好多汗了。走了约50分钟，来到了一个小卖部补给站。在挺山脚的地方，农夫山泉已经卖到8块钱了，涨到4倍最近一直在频繁的爬山从湖南的衡山到江西萍乡的武功山，到九江的庐山，然后又到望仙谷，再到黄山，差点去了三清山，那里天气不好。爬山跟人生很像的，不用想后面还有多少千级台阶，你只要专注在眼前的这一级一级台阶，把这一级一级台阶走好了，然后专心致志的把注意力聚焦在眼前的这一级一级台阶，这样子你走起来会如有神助做事情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过于忧虑长远的，过于让长远的事情给你压力，那么你会背负很沉重的负担。看一下黄山的花岗岩的岩浆来自哪里？约1亿多年前，太平洋板块向亚欧板块碰撞俯冲，感觉至少都来到山腰了吧，比较开阔了。然后那个崖壁上写着一行字到这里呢就能遇到很多从山上下来的游客了。我是从山谷最低处一路爬上来的。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想和大家聊个事情。阿树的频道在未来想做一些调整，想听听你的看法。如果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会发现，阿树经常制作长视频，动辄40分钟、50分钟、60分钟。因为我的想法是，长视频可以让大家更有沉浸感，能够一口气看完，不被中断，有身临其境之感。不过有观众朋友提议说视频太长了，有时候看得有点累，何不分成2集呢？我有认真在思考这些观众朋友的建议，并考虑要不要在未来的影片中把每部影片的时长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关于片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如果影片质量不变，你更喜欢40分钟以上的长视频，还是20多分钟的中长视频呢？欢迎畅所欲言，感谢你的留言。我是从慈光阁底下还要1公里的地方走到了立马桥，然后到半山寺还有一段距离。现在快到中午了，比较热了。我身上只有一件羽绒服啊，我今天背包都没带。现在就走航拍里看到那条陡直的、直通云霄的一条阶梯啊。哦，海拔高一点了，这个风更凉爽了，没那么酷热了，是吧？挺陡吧？山涧流出来的水。看一下黄山的石头啊，天下第一奇山。来到一个小桥，这个洞穴啊，应该是有个火吧。喘一口气，不愧说是天下第一奇山啊！你看这一面山岭，全是花岗岩。黄山在国内乃至全世界的一个地位啊，都不用我再多言。自古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黄山归来不看山”啊。虽然黄山不在5岳之中，但是呢，它其实除了华山以外啊，我觉得它不输于其他4岳的一个自然风光。走了70分钟，又来到一个小卖部，不管它卖多少钱，我都要补一下水分。14是吗？好。从山下只带了一个小面包上来啊，这一边爬，我不禁想到一个成语啊，叫气出如牛啊。这里是半山寺啊，有在修缮吧？走了100分钟了吧，才走了约2.7公里啊，从慈光阁到半山寺，一个一个从山上下来，都是感觉累感不爱的感觉啊。这一瓶市场价卖5块钱，为什么在山腰可以卖14块钱啊？这就是原因啊！要等那些人下来，这个条幅才能上去。哦，这里立了几根柱子，就是为了穿一条绳子，方便有没有人扶着这个绳子下山啊？这里还挺陡的。这名挑夫啊，从不断的吆喝，快点下来，因为他呢只能用右手扶着，所以他只能走我的右手边这条道。200斤有吧？哦，它是用一根扁担来作为支撑啊。全是脉动，就是功能饮料、维生素饮料。我听到这名挑夫他说，他挑了有10箱脉动，1箱20斤啊，总共就是200斤。哇，太辛苦了！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啊！油烧完喽！补充一点，喝一瓶补充一点能量。200斤，你太厉害了！你来帮我挑着。你上去吧，你跳都跳不起来啊！把你拉扁喽，拉的爬都爬不起来哦。是啊，我2米的人来把我压成1米了。您挑多少年了呀？
您挑几年了？几年呢？几年跳的动啊？几十年没？哦呦，几十年了。哎，30多年了。哦呦，慢点来啊！休息。你先下吧，他要休息一下。我要休息，我挑一个平台叫休息的。啊。您从下面挑到山上要多久啊？一趟5个多小时。挑一趟5个多小时。从下面挑到上面，总共要5个多小时嘞。啊，一趟有200块钱吗？能挣200吗？300多。300多。辛苦一点了哈。一天能挑几趟呢？不是按碳的，按重量的，挑的多钱的多哎。啊，200斤就挣300多块钱。1块7毛5一斤，你算，1块7毛5一斤，这里180斤，300多块钱呗。一天最多能挑多少？就一趟。就一趟。远的地方一趟，下面那个近的地方2趟。哦。下面没遇到啊？下面那个小卖部。下面有2个小卖部。那里近啊。那里跳2趟，在底下那个最近的那里跳5趟。哦。一天跳5趟，那里近不是啊？他轮换的。轮换的。缺货就挑哪里。哦。不是啊？明白了。明白啊？辛苦了。嘿，再看看。全是脉动啊，就是我喝的这个。哎，这一担全部脉动。酒香脉动。我买的这瓶14块钱。这是我挑的呗。你挑的哈。也是我挑的呗。哦，感谢你的劳动成果啊。这里14，再上去就14买不到嘞。越高越贵哎。越高越贵。上面这个要卖多少钱一瓶呢要16块。16。要贵2块钱。好嘞，您慢慢挑哈。再见。挑1斤有1.7元的一个酬劳啊，它上去5个多小时，它下来即便再快也要2-3个小时吧。所以挑到山顶的话，一天只能挑1趟。这个东西你不是长年累月干这活的话，根本干不动的。咱们来算一下哈，这一瓶脉动600毫升，也就是1.2斤。前面我们了解到，挑夫的酬劳按其挑的饮料重量计算，挑1斤到山上挣1.75元，一瓶饮料600毫升即1.2斤，故挑夫挑一瓶饮料到山上挣2.1元。这瓶饮料在全国的平价商店基本都卖5元，按照市面上常见的一个饮品的零售价，是其批发进货成本的2到3倍。我们往最保守的说，姑且算它这一瓶饮料的进货成本是3元。那么这一瓶饮料挑到了山上，其总成本为3元，加上挑夫2.1元的酬劳，即5.1元。这瓶脉动到了山上，卖给旅客16元，那么商店的利润为10.9元，即这一瓶卖16元的水，其挑夫只挣2.1元，不及商铺利润的1/5。玉屏楼。黄海，玉屏楼还在那个位置啊，还要再走1个多小时啊。这一小块鹤立山泉的小高台啊，叫龙攀坡。你看这，咱是共产党员，你咋能那样呢？哇，这里像个航空母舰的最突出那个小那个地方。哇，这景色太漂亮了。跋山涉水啊，太值了。今天天气太好了，真的是感谢眷顾啊！我来的第2天就给那么好的天气。那往后站了。我刚把无人机收下来啊，真的是叹为观止，然后情不自禁说了一句话，就黄山跟我见过的任何山都不一样，真的人生一定要来一次黄山啊，朋友们，太值得了。
真的还挺感谢的。昨天我来到黄山的山脚下那个小镇啊，遇到很多这些老年的爷爷奶奶啊，我问我说上去看到风景了吗？都什么也没看到，全是雾。爬上了刚才那个山头了，现在又开始下阶梯了，待会儿又上下的。这块叫龟龟石，这里有一首诗啊，叫《天都风赋》吧，没太看清。哎，我感觉我词穷了，只能想到天下第一奇山啊，可以肉眼可见这些云雾的一个飞快的穿过这些山啊。哦，这里有个石洞啊，石洞的阶梯还挺陡的。哇塞，这个修这个梯子的人也是有想法。哇，这个洞口的风好爽啊，是由衷的开心啊。我是连着爬了好多天的山的，但是黄山还是给我极大的惊喜。你看这些石头啊，一颗一颗像一块一块巧克力堆起来，但是岿然不动。可回收。然后这里是一路盘旋着上去的一个阶梯啊，但是其实风景不一定在最高点，一路上都是风景。好冷啊，上面好在我带了羽绒服。哦，这里是爬天都峰了，不用排很久的队啊，感觉。哇，这好冷啊！各位朋友啊，请一定要带好衣服上来啊，不然的话，上面再美的景色，你都被冷的没心欣赏。就是，哇，这个这么窄的一个山道上都差不多堵人了，大概有到这里脉动还只卖15块钱，再高一点就卖16块钱。大包子，产地江苏，8块钱一个。好吃点20元，好利友派25。勇闯天涯25一瓶啤酒，51克的一个士力架15元，下面好像是卖6块钱吧。再来一个这个达利园香葱咸饼啊，15元。到老道口是13点31分。咱们挑战一下天都峰吧，这个是1.5公里，从老道口上去，听说5年才开一次啊，机会难得。把这我先记一下。请入园。他每天是有3000个名额啊，他下午3点就不给进了。这个是血淋淋的教训啊！天都峰啊，海拔1829米啊。吃了一点士力架以后，精力恢复了一点啊，有点兴奋呀。对面呢是去玉屏楼的。我刚才把无人机收起来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徐霞客所说的“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慢点爬啊！因为它有这个绳子啊，一路扶着绳子的话借力，那么你腿不用那么吃力。哇！昨天的话，天都峰是封了的，因为它有这个雷电阵雨啊。到小谷的风景怎么样？咱们是爬过悬崖村的人啊。哦。哦。这个仙气飘飘的有没有？而在山道上呢，有一条一条隐约可见的一个登山步梯啊，非常的壮观。哦，
李白有一句诗叫“我戍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情”。你看啊，那个山上的那些人啊，很小啊。上面风好大啊！也太美了吧！真的是圆悟仙境，神仙重遇啊，一点都不夸张。所以人还是比较有挑战精神的啊！这么陡的还挺难的，而且非常冷的一个这种登山步梯啊，大家应该人流如织的。如果我穿一件短袖的话，我直接下山了，不可能再玩了，因为冷，我穿羽绒服都有点冷啊。哇，好爽啊！像天都峰是5年才开放一次的，因为莲花峰，它那边封了，轮流着来，那边封了就开放这边。真的不是我啰嗦啊，在对面那个画卷很像是一个 CG 的一个场景啊，不像是真实世界有的，像是漫画世界里面这种画工雕刻出来的。我现在的心情像是喝了酒一样啊，但是我明明没有喝酒，就爬山居然有那种像喝酒一样的那种兴奋的感觉。这里有一块这个立在一个小山头的一个大石啊。刚才天都峰还清晰可见蓝天白云，现在就已经被这个仙雾笼罩住了。干扰干扰！哇，这个段还是有一点危险性的。你看到这儿，这阶梯就变成这种错位的了。我想到梵净山那个最陡那一段，有几个大姐大叔啊，走到这里感觉到一丝危险了，他们就原路返回去了，因为他们下来的人说还要1个小时才到顶啊。还是我也略微有点紧张了，因为上面的话就可见度越来越低了，全是云雾。现在因为这个路变得很窄了，所以要先等那上面的人下来，我们再上去，这样子变成了单行道了。哇，大概就5分钟的时间啊！刚才那种阳光照在那个石崖上的，现在就看不见了。小心，而且右边已经没有这个绳索可以扶了，所以左边上去还有点难度了。这个路变得大概只有0.5米吧，下面的女生已经说有点害怕了。谁能想到啊，在这种崖壁边上的一个悬空栈道边上，竟然人流如织了。我在黄山深度的游览了2天，走了黄山几乎所有的观景点，拍了极多的视频，将分为3到4集播出。本集第1集分享到这里，谢谢陪我一起旅行。如果你觉得拍的还行，不要忘了帮忙点赞、订阅，这能支持我拍出更好的作品。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